燕雲16聲究竟講了一個什麼故事？在五代十國時期，後晉皇帝石敬瑭將燕雲16州割讓給契丹，隨後借契丹之力滅了後唐，建立了後晉。隨後契丹就對後晉發起了滅國的中渡橋之戰。此戰後晉將軍王欽，也就是江燕的義父，因得不到任何大軍的支援，在中渡橋之戰中戰死。臨死前，他為了讓自己19歲的義子江燕活下去，以遠處有一輛堅硬的馬車可助他們逃走為由，支開了江燕。當江燕折返回來之時，發現王欽將軍早已死去，並被人煉成了孟榧。江燕為了讓王欽將軍解脫，隨即當着其他人的面刺死了他。不知情的人誤以為江燕是叛徒，之後便來到了遊戲開始一幕。天權企圖江燕帶着襁褓中的主角一路躲避敵人的追殺，最後逃到了清河這個地方。接着便是16年後，主角在江燕韓儀的拉扯下長大，而此時的後晉早已滅亡，取而代之的是後周政權，而江燕也已經35歲了，成了我們口中的江叔。某天，江叔收到了一封神秘來信，信上說南唐周邊爆發了孟榧之災，孟榧在到處屠殺百姓。之前有提到王欽將軍就是被人煉成孟榧，江叔對此事本就耿耿於懷，這些年也一直在暗中調查事情真相。一聽有了線索，於是他二話不說丟下主角去了南唐，所以整個清河縣和開封縣都見不到江叔的身影。隨後就來到了遊戲的開始一幕。3年後，主角來到江燕故居，遇到了一個黑衣人，黑衣人搶走了主角的玉佩，卻沒有傷害他。後來我們才得知，這個黑衣人正是江叔，他奪取玉佩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男主，因為這枚玉佩正是最終 BOSS 想要奪取的重要道具。隨後跟隨主線劇情，陪着小紅線來到了將軍祠，在這祭拜了王欽將軍的石像後，又來到了不羨仙，在這裡見到了主角的養母韓儀。韓儀表面上是酒樓的老闆娘，實際上是擁有改變他人容貌的易容高手洛神。韓儀和活人醫館的醫師天不收，在活人醫館的井下從事着給人換臉的生意。從韓儀的賬本中我們可以得知，這一單生意就是價值1000兩黃金，怪不得說咱們的少東家生活過得就像個富二代。提到換臉，這也涉及了當年的一樁密事。很多年前有一批試圖收復燕雲故地的俠士們，他們自願改頭換面，換臉成功的人可以作為間諜潛入遼國內部，而換臉失敗的那群人從此之後就只能龜縮在暗無天日的地底，等待燕雲收復的那一刻。相信很多玩家第一次到地底的時候，見到這些繃帶人都是哐哐一頓亂打，但實際上人家都是愛國義士。韓儀的手上有一個換臉打入敵國內部的人員名單，這個名單也是後來秀金樓找上門的重要原因。後來主角在祠窯偶遇前來找尋韓儀的死人刀一刀，一開始主角以為刀哥是來找韓儀麻煩的，但實際上刀哥是受韓儀的老相好楚清泉所托，來清河找韓儀。楚清泉的原話是去神仙渡找三娘，把江無浪的秘密帶走。這裡說一下，楚清泉、江燕和王欽3人都是出身天權門派，他們可能都參與了中渡橋之戰，並且知曉了一個共同的秘密，而這個秘密就在主角本人身上。至於為什麼楚清泉沒有親自來，是因為前些時候楚清泉深陷黑水城的事變當中，當時黑水城全城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，猜測可能是孟榧之災造成的。刀哥後來趕到了黑水城，把神志不清的楚清泉給救走，但是在逃亡的路上，楚清泉掉到了黃河裡面，生死不明。我們本着沒看到屍體就算沒死的原則，推測楚清泉應該還沒有死，後續有可能被敵人改造成了孟榧，然後作為 BOSS 跟我們再次相遇。當然這僅僅是猜測。刀哥跟我們講述楚清泉故事的當晚，秀金樓開始火燒不羨仙客棧，以千葉為首的秀金樓組織用陣法把大家困在一片火海當中，然後大家就陷入這種鬼打牆的狀態，跑不出去。最後小姑娘紅線偷偷從地底下鑽出陣法範圍，跑到附近的山上給大家指明了方向，然後紅線也是因此被秀金樓給亂箭射死。然後主角和刀哥聯手對抗千葉，最後刀哥也是為了掩護主角而壯烈犧牲，這段真的是非常的刀。故事裡面紅線和刀哥都是塑造的非常好的角色，前面我們一路上歡聲笑語，有很多搞笑的對話，這個過程中跟玩家產生了很深的互動。然後前面的拌嘴有多搞笑，後面發刀的時候就有多悲傷。在火燒不羨仙過後，遊戲並沒有直接刻畫不羨仙的慘劇，而是借用了說書人的口來講述了整段故事的結局。這段故事的敘事方式非常的好，讓屏幕前的玩家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。燕雲的整體故事風格就是這樣，就是用前面很多輕鬆搞笑的對話去襯托出一個特別悲傷的故事。一群人為了收復燕雲16州而做出了各種各樣的努力和犧牲，但歷史上燕雲16州400多年都沒有收回，就是說他們這個時代人所做出的各種犧牲和努力都是白費的，就是一個純純的悲劇。當然這僅僅是燕雲16聲開篇的故事，後續還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我們去探索。